大家好，我是雅狗小许，今天来介绍一台电动越野车，好不好？复古车看腻了，我们来玩一下那个越野车，这台叫做 R19。你有没有注意看这台车的外观？真的超帅的！我骑在路上，人家以为我是摩托车，其实它是电动辅助自行车哈。注意，它是电动辅助自行车，好吗？我们先讲规格好了。这台车的马达是3000瓦的电机，那峰值呢，它可以到6000瓦。好，我们换算它的扭力，好，原厂的公布数据大概是120，120相当于什么？成人2只手拉那个扳手出全力，就是120。Yaris 的汽车。好，它的起步的那个扭力值是110到140吧。好，110到140的牛顿米，那这个是120。好，120的牛顿米。像清风，他们就是到250哈，他们的马达是在中置的，所以他们的扭力值输出比较大。清风比较玩的可能比较重度越野，那我们是电动辅助自行车啦，所以我们的车基本上是可以做一些轻度越野。绝对够你用，因为一般像我们的复古车，不过才1000瓦，这做到3000瓦。好，时速，等一下我们看一下，好，时速可以到多少？好吧，我们先讲一下它的外观咯。好，前轮跟后轮的胎是不太一样的哈。我们看一下前轮胎是70/119，那后轮的话是80/119。好，这台是20寸的，我们讲的20寸的轮胎，跟它很明显，它比较大，对不对？轮径也比较宽，但它没有像胖胎这么厚，没有它那么厚。对，厚度的话，这个是我们这样讲好了啦，它比较像24寸，好，24寸乘以3的，这是20乘以4的，这很像比较类似20乘以3的外径。好，用外径来看，轮胎会比较大。好，这是前轮胎的部分，然后前轮没有做快拆。好，前是倒叉式的避震，前倒叉式的避震，这支你看有多粗？好，行程的话，我没有算，不过这应该也差不多20公分去了。有哦，好，20公分，前叉就有20公分了。可以试一下吗？来，我试给你们看哦，前叉。好，那重量部分我们这边可以去做调整。好，转软一点，转硬一点，这边可以去做调整微调。好，挡泥板，那越野风的挡泥板嘛，就会比较高一点点的挡泥板。我们来看前刹车啊，前刹车是203的碟把啊，然后加后碟。刹车呢是对向双活塞，就是这边一个活塞，这边一个，总共有2个活塞去推的，刹车力道绝对够，比一般的自行车的刹车皮还要再大片的啦。对了，好，然后我们再来看到上面的部分，它既然是电动辅助自行车，所以它一样有7段变速，搭配的油刹，对不对？好，油刹。那这边的话是在后视镜孔，这可以装后照镜，后视镜，打开来看一下。好。这边是变速，那这边的话很简单，大灯、喇叭，那这是开关键。好，我们先开起来，顺便开起来给大家看。开起来的话，车子是可以设定密码的，好，但是要记得密码。然后这边有磁卡去做开启动作，好，磁卡位置大概在这个位置，好，这样子，好，你扫其他位置它不会显示，有没有？啊，要在这个位置。好，在这个位置。那如果我不开机的情况下，我直接扫磁卡可以耶。我们之前的车好像不行哦。好，我们先讲这边啊。扫完磁卡之后，它会出现 P 档，这是安全模式，就是手刹车模式。出现 P 档的话，对，停车档，油门就不会做动了。好，那如何启动？压刹车，压完刹车之后，它就开始切换档位，就切到1档。啊，那这边总共有3个档位，1档、2档、3档，3档是最快，好，1档最慢。仪表的话，它是3.5寸，然后这个电池电量，好，彩色萤幕，然后这边是时速，这边是总公里数。那切换的话是在 M 档，好，这边有71伏，好，然后这是什么？平均时速，这太小。average 啊，瓦特。
啊，这瓦特就是我们输出的那个几瓦嘛。好，行驶间它会输出几瓦，那这是开机时间，啊，总公里数，好，这是单次公里数，最高时速，最高时速。我要破梗了，最高时速。对，破梗了，没关系，我等一下再吹一次给大家看，怕你们不相信。现在是1档嘛，1档的话时速到46、47。好，我们到3档哦，来哦，98，要破表了。哦，好像电风扇啊！这个好凉哦，风好大。家里电扇坏掉的时候就可以，拿来用哦。家里电扇坏掉的时候，电量如果够的话，应该到99啦。上次有吹到99，现在电量在少一半，所以它输出的瓦数会比较稍微减弱一点点。好，但是这台车不是要给你们骑那么快，如果承载人的重量下去的话，应该会在原厂的公布数据是在80左右，但是实际上我不会测给你们看。因为我不敢骑那么快，因为真的太快了，太快了啦！这种电动辅助自行车它的马力大，所以当我吹油的时候，你注意看吹油的时候，尤其是上坡，你不能直接吹太快，它车头会往前压起来，尤其速度快的时候，车头会直接往上拉，这比较危险，因为它马达的动力太强，扭力太大了。好，来看一下中间的部分来，中间的部分的话，这个是电池盖。我们打开来，这边有一个钥匙总共会附了4把，这4把都是电池盖的钥匙。这个转180度就打开来了。你看它的电池多大颗，电池线这么的粗啊。好，然后这边呢有一个卡扣，我先拔下来给你看。有点紧好，要拔电池的时候，这边有个压的，压下去就拔起来。然后这个是充电，这个是放电孔，这放电孔，这个头那么大，电线很粗，很粗啊。好，那这边的话是充电孔，然后这个是干嘛用的？这个是扣住车子的。有没有勾住？固定电池用的，这样有没有？它就不会左右晃动。对，这是固定电池用。然后电池要上锁，这边可以弄一个小钥匙，去扣住，就可以去扣住那个电池。好，我们把电池拔下来给大家看好了。电池它是可以拆、可以抽的哎呀，很重的。这颗我们那天量级15公斤。对，15公斤。一台小折的重量，来看为什么你看这颗电池72伏40A 的电池，充满电是到84，很夸张，很夸张。我们换算瓦数的话是2800瓦小时等于是大概2.8度吧，对不对？对，2.8度充电，充饱一支大概花多少电费？不到5块。好，不到5块。那续航可以多久？官方数据是110，以2800的话，我们用电伏来算好了。用电伏来算，应该可以抓到将近200。好，电伏的话抓将近200，其实应该可以200以上，看什么骑。因为毕竟车子这么重，我也没办法实测给大家看。但200的速度应该是慢慢骑吧？就慢慢骑啊。电伏我们刚才还没试给你们看。因为它电伏的部分的话，时速只有在25。电伏的时速只有在25。真的想要油门吹的时候，你说实在，你电伏你时速超过30，你踩个什么鬼？你根本就踩是空的啊！所以电伏的部分只有到时速25，你还踩得到。30以上就是做纯电在使用了。那纯电续航大概就是110，对不对？纯电续航原厂公布110，我们再打个折，打个7折好了。你纯电大概是70左右，那也都够用。够用。
很够用，因为毕竟车子这种输出马力大，然后电压大，你要省电有省电的方式，你想娱乐你就有油门的模式嘛，对吧？好，来看一下它内衬哈，这个我还没撕，这个有一个那个橡胶垫，啊，骑乘的时候不会去磕碰到里面。哦，它这边有个软垫啊。对，这边，然后底下也有，底下要四个点都有。好，我们把电池放进去，提把的部分向外，然后充电孔跟放电孔朝前面。哎呀，放进去了呀！放进去就直放。如果卡不进去，就是没有放到底啊。这个盖不下去的话，就没卡到底。啊，这边收拾一下，然后这边有个卡榫哈。你有卡榫卡出来的话，啊，卡榫卡出来是下不去哦，所以把它先弄出来，往下压。啊，这个位置稍微要对一下，因为它只是一个盖子，所以你要左右调整一下。好，扣一下这样就好了。OK， 这是电池的部分。整车的重量是64，含电池64公斤，啊。然后电池的部分呢，它这边有一个 QR code 可以扫，好，有没有看到？扫描进去的话，它可以看到它的规格。这个我们可能另外再 PO 一个影片给你们看一下好了。就是你可能用 WiFi 或蓝牙去连上去，就是可以看到你的电池容量啊那些东西、规格啊，还有资讯。可是它要注册什么账号那些东西。好，它比较麻烦一点，我们今天就先不录这个东西。车子的载重的部分呢，它可以载重到200公斤。好，200公斤的重量。好，来，我们刚才讲到电辅1跟3，它是不能有电辅的动作，切到2就有。好，切到2，你看啊，电辅带一下，有了。哦，电辅的专门档位是2，就对。对，在2的部分，它会有做电辅的动作。那速度的话，大概就，看电辅大概就是21、22、25左右。好，你想运动就用电辅，那你想要越野，还有越野的，就是纯电的模式去做越野，好，就娱乐性就会比较高一点点。那你说时速30，为什么不做电辅？30做电辅干嘛？也没有用啊，踩都是空的，对吧？踩不到。它还有一个快捷键哈，然后如果我们想要轻松的吹油代步的话，它可以瞬间切到时速25的那个纯电模式。我已经切好了，其实来看一下啊，现在是1档25， 3档25，哎，是不是？好 ，match， 好，来看哦，继续看哦，我把它切回来了，来，没有剪接哦，好，这个没剪接，好，这个到时候我们交车会教你。好，教车会教你 magic， 好 magic。好，再来看一下这个大灯的部分。我们先把大灯关掉。开机它有日行灯，啊，那你也可以把它切到大灯，啊，大灯可以自己开关，然后这有自己的开关键。OK， 这是 LED 的。哦，看蛮亮的。哎 ，LED 的。好，喇叭。啊，喇叭声弱了一点。对，这种车配这种喇叭，用不到。给自己听的，对，给自己听的。好，来，再来看一下它的坐垫。坐垫是这个是皮革啊，这个是皮革，这个应该是人工皮吧？人工皮，对，好，那它的软度很好做 ，Q 度韧性也够，也不会太软，好，支撑性也够。好，椅垫我做给，这应该不用做给你们看，用手压你就知道了。那坐垫的弧度不会太宽。好，这个弧度大概你看，大概就一个手掌的宽度。这个椅子不能双载啦哈，那我们大概就量一下它的坐垫的部分，大概是44左右。好，长度44，厚度应该是不用特别去量的。好，宽度呢？宽度的话，像坐的位置的话，宽度大概是12，好，12左右。这个位置的宽度是刚刚好，它有做斜角，所以你脚踏的部分的话，不会说因为它太宽。所以不好踩踏，但是跟脚踏车比还是比较宽一点点。那因为它毕竟要好坐。来，坐垫高，
这台车因为它是越野的哈，所以它的坐高一定会比较高一点点。85，好，85。那人坐上去之后，我们量一下它的高度，因为它的行程很长。啊，它会降哦。我们先量后面好了，我们先量最后面。坐的地方是85，你看坐下去会降多少？这是后面89，这是最高的地方。好，坐下去，变83， 89变83，所以降6公分嘛。对。好，我体重大概74，啊，74坐上去大概降6公分。好，那这个行程应该也后面这支避震的行程应该有超过十几公分吧？10公分有了。10公分有，十几公分。可是我刚才坐上去就已经降到4了，不是吗？不是，降6了。因为它这边降2公分，这边可能会降5公分。是这样吗？因为角度的关系啊。哦，对啊。好，它这边轴比较小啊，它这边摆会比较大。好，避震的部分的话，它有3个地方可以调整。这个地方是调快慢的，这个是调行程。蓝色这一颗用转的，这个是调磅数。你体重比较重的，我们就去调这个磅数，把它调避震力调硬一点。好 ，Q 度的部分我们就调这个。这磅数的部分的话，我们可能要去拿那个特殊工具来去做调整。好，我们也没办法每一个客人都送啊，就你们虾皮买就买得到了。还有一个 C 型角，扣上去就可以去转这个。好，它可以转下去一点，它就变紧；转上去一点就变松，看你的体重来去调整。好，那行程快慢的话，它就是我们行程回弹的快慢啊，对，慢一点或快一点。好，就是调这颗。那这个的话就是行程，你要多长多短，啊，短的还是要长的。好，就看这一颗。好，3个地方可以调，所以这避震器已经算蛮优秀的这一支。好，虽然轻度越野，但是给的配备一点都不马虎。然后这个呢，48尺的，好那个压盘，48尺的压盘，后面是7段变速，Shimano 的7段变速。OK， 那再看一下电机马达，哦，有3000瓦啊，峰值到6000，啊，峰值到6000，然后72伏的。OK， 后面的部分刹车的部分哈，也是跟前面一样啊。两边各一颗活塞，然后一样是203的加厚碟盘。哇塞，它的电机线好粗哦！这因为很烫很热，所以这个电机线一定要粗。这个电流应该很大，对，很大。好，然后挡泥板的话，它有2个地方哈，这一块跟这一块啊，就这一点点啊。对，你有看过人家挡泥板做这样子的吗？越野车？没有哈。你要我们不是不行，是你外形能不能接受，好不好？越野车有越野车玩法，你不要把复古车来套在越野车上面来讲，对不对？好，越野车的玩法就是要做的这样，就是外形要很犀利。好，是。然后后面避震我们试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个行程很高很高哦，因为对我来讲是有点偏软。其实还可以再调硬一点点，原厂出厂会比较软一点点。好，这个比较软一点点。好，整台车都在动对，看里面，所以它的前避震可以调，后面的避震也可以调。对一般的下楼梯或者是小坡坎那些都会比一般的复古车，或者是像我们 X3000以前的 X3000，它的越野性能也很好，前后双驱的。对，但是它前后各1000瓦，48伏。48伏就是我们讲的扭力值，48伏，所以它的牛顿米会比较小，这个牛顿米就大很多了。好，扭力值会比较大。像这个 X3000，你们之前玩0到其实都很够用了，这个就更不用讲。那等一下我们来去骑乘，然后给各位看一下骑乘感受如何。好，走。我现在用2档哦，好，现在全程用2档，1档应该也是 OK 的，1档也可以上去。好，2档，直接吹油到底。哦，时速50了，轻轻松松。这速度很快哦。40、50、54、56。
二档时速到56了。来试它的刹车哦，43。好。用一档好了，一档的上去下来哈，一档就好了。现在用一档啊，无感啊，一档再随便吧，轻轻松松，轻轻松松啊。是要往上骑吗？啊，你是要往上骑吗？不是吧？往上骑，我们试看看。哎呦，不行就剪掉了。阶梯呢？对啊，阶梯。3档。哇塞！下了。哇塞！我只能做轻度的，这个就够了啊。这个蛮陡的耶。我再上一次哦。歪掉了。这个我们店的复古车没有一台能做得到啦。酷，超赞，超赞的，超赞！这台车真的很好玩啊！你有空来尝试一下，但是我们那个体验没有给你去试上下楼梯，好吧？哦，摔到就喝成交。你不能因为没车故意摔车然后买单啊，不行啊！啊，走回去讲总结。我们刚才去试骑完哈。你会发现这台车动力真的是无敌猛啊！你的那些复古车这种车型，基本上跟这台车，没办法比，连车尾灯都追不到。啊，它速度真的很快，但是我们还是把它当脚踏车来看待啦。其实真的不要骑这么快，这个车它是属于娱乐性，不是希望你骑多快，啊，但是它有那个性能，啊，有那个避震。啊，你可以骑一般人家没办法骑的路，好像我刚才上那个坡坎、上阶梯，那个基本上轻度的那个都还可以操作，好，都很够用。然后骑一般车子不能骑的路，啊，绝对绰绰有余，好不好？好，那这种越野车它适合什么样？例如说救难队，喜欢玩林道、玩山路，啊，喜欢玩一些不同以往的路面。啊，只喜欢这样去挑战一些路面的人，山上人家也可以用哦。山上人家当然可以啊，对，扭力150，压力10能上得去，这个还怎么上过去？懂吗？对不对？这台车要骑山路啊，或者骑越野道路啊，这个是真的是娱乐性十足，动力也够，它也不会像真正的那种越野车，单价这么高，对我们一般消费者来使用，很够了，很够，绰绰有余。好，它娱乐性绝对比其他车还来得好玩很多。前几天还有一个是专门在玩越野车的，他来看这一台，他说这个 CP 值真的非常非常的高。好，那个他玩越野车大概七八年左右了，他看它的配置基本上都是还不错的规格。虽然我对越野的这个方面我不是很熟悉，可是听他讲，我觉得对这台车信心满满，好不好？好，有兴趣可以来我们的店家来看，因为原厂它目前第一批只有发50台的样品车，好，所以那时候新竹只有拿2台车而已，好，那有1台车是客人还没来，他就已经先订走了，所以目前只有这台，好，在新竹店，那其他店之后会有陆续补上，好，那今天大概讲解到这边了，谢谢。